他是武当派最强弟子，身怀江湖顶尖武学，可不知为何师父却从不让他在外人面前展露武功，以至于他年过20，却依旧是武当派的一个小杂役。他叫云飞扬，同门师兄弟都把他当成废物，每逢练武之时都让他来当活靶子。师兄弟心术不正，全都有意欺负他，投掷暗器时甚至会冲他命门扔。云飞扬一旦反抗，师兄们就会怒斥他狗杂种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打得他遍体鳞伤。云飞扬也不敢去执法堂讨公道，因为他自小无父无母，在武当山无依无靠，执法堂长老全都向着别人，一旦云飞扬前去告状，反倒会被师兄弟倒打一耙，最终受罚的只会是他自己。云飞扬一直想不通，自己的师父武功明明那么高强，可每次来见他却永远都穿着一身黑衣，从不以真面目示人。凭自己师父的武功，在武当绝对是能排得上号的，一旦公布身份，自己又哪里会被欺负？云飞扬怎能知道他的师父就是当今武当掌门，同时也是他的亲生父亲。出于种种考虑，他都不能让云飞扬知晓两人关系。这一日，无敌门公孙弘来到武当，他无视武当师祖那不能持剑上山的规矩，将武当所有守门弟子教训一顿，然后来到大殿，递给武当掌门一封书信。江湖自古有10年一战的规矩，每一个10年都是一次江湖大洗牌，可近些年武林没落，江湖中的鼎盛门派只剩武当跟无敌门。20年前沙湖口一战，10年前雁荡一战，武当掌门全都输给了无敌门，独孤无敌。公孙弘今日前来，就是怕武当掌门不敢应战，特意嘲讽一番。武当掌门神色微变，公孙弘走后，他亲自找上师兄，表露自己缺乏自信。20年来，我2次败在他的手下，我的确是锐气全消。师兄眼色一凝，他告诉武当掌门，这10年来，掌门的2仪剑法已经登峰造极，哪怕独孤无敌的灭门瞳功练到第7重，他也可以稳操胜券。武当掌门信心十足。可到大战当日，武当掌门才发现独孤无敌的灭门瞳功已经练到第8重，仅仅一击他就被打成重伤。但独孤无敌没有要他性命，而是再给他2年时间，要是2年之后武当依旧没人可以打败他，他就要把武当除名。武当掌门狼狈离开，可当他来到一处客栈休息，无敌门的门众却突然出现，声称独孤无敌已经反悔，现在就要干掉武当掌门。武当掌门身受重伤，力不能敌，危机时刻，一位俊俏男子霎时出现，将无敌门门众统统杀死。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辜母亲跟妹妹因此身亡。如此大恩，武当掌门深受感动，但他不知道此人名叫傅玉书，天生反骨。他所谓的母亲跟妹妹，只是刚从青楼赎出来的而已。多年前，他家族创立的逍遥派跟武当势不两立，后来却在斗争中被迫解散。傅玉书今日设计，正是为了潜入武当偷学秘籍，再赴逍遥派荣光。果然，傅玉书此般表现，直接让武当掌门将其收为入室弟子。武当掌门归来后，掌门师兄也在开始为武当布局。独孤无敌表面让武当掌门再练2年，实则是他在惧怕自己的天残功。独孤无敌必然想靠这2年将灭绝魔瞳练到第9重，这样的话，哪怕是他的天残功也无法阻止独孤无敌。更重要的是，外人不知道武当天残功十分古怪，历代掌门长老一练此功，一身内力便会时有时无。事已至此，他们只能选出7个有潜质的弟子，传授武当7绝，组成北斗7星，2年之后方有胜算。武当掌门挑弟子，却依旧没把亲儿子云飞扬列入候选名单，反而是默认品学兼优、资质过人的傅玉书担当领头羊。与此同时，无敌门坑害武当掌门的消息传遍江湖，眼看无敌门即将沦为武林笑柄，独孤无敌一番严厉调查，果真查出傅玉书身份。无敌门怒极，立马派出公孙弘跟独孤无敌的闺女前去要人。数月前，公孙弘几乎扫平武当门面，如此要求，武当弟子怎会同意？恰逢武当弟子近期练了一套名为天罗地网的阵法，正好拿2人试手，只需7749招，他们必死无疑。不知是知道此事有意，还是愤恨武当对自己不公，从未展示功夫的云飞扬突然蒙面出现，将2人在阵法中救走。傅玉书急忙去追，而正在此时，独孤无敌的闺女为了探明云飞扬身份，略施小计，竟直接摘去他的面罩。
暗处的傅玉书将云飞扬看得仔细，他实在想不到一个武当毫不起眼的杂役武功居然比自己还要高。傅玉书最近本就在图谋夺取武当一事，他心中已经有了完整计划，要将所有敌人一网打尽。当天夜里，傅玉书先是指派手下干掉2位对掌门之位竞争力最大的弟子，然后集合逍遥派4大高手5人围攻，干掉武当掌门，然后再由一位手下偷偷传信给云飞扬，以掌门身份要求见他。云飞扬踏入掌门大殿，这里却只有一副残败景象以及濒死的掌门。掌门近乎油尽灯枯，他让云飞扬去柜子拿上凤诀，前去交给无敌门的沈曼君，随后嘱咐云飞扬加紧练功，就一命呜呼。云飞扬像是猛然察觉到什么，又像是什么都没察觉到。他来到柜子找寻凤诀，终于发现自己师父那一套黑袍，他这才知道那位每夜苦心教他武功的师尊就是武当掌门。不等云飞扬伤心，数只飞镖驰入，云飞扬伸手接住。就在此时，傅玉书带领无数弟子冲入殿内，指责云飞扬偷袭掌门，手上还有杀害掌门的暗器。小师妹解释云飞扬不会武功，不可能杀害掌门。傅玉书神色淡然，脚踢门板直逼云飞扬，逼着他展露武功。云飞扬，你的武功是哪儿学的？云飞扬一身污水，他已无法解释，只能在傅玉书的进攻中逃离武当。人虽逃离，武当却对云飞扬穷追不舍，哪怕他来到客栈休息，武当弟子也不放弃追杀。独孤无敌的闺女恰巧出现，直接表明云飞扬以后由他保护。欺软怕硬的武当弟子这才欣然离开。见到此人，云飞扬这才想起掌门的临终遗言，请求对方带自己去无敌门找沈曼君。云飞扬对女孩有大恩，如此请求怎能不应？沈曼君拿到凤诀，神色突然变得僵硬，当众说起武当掌门的风流往事。20年前，武当掌门败在独孤无敌手下，身负重伤，误打误撞逃到沈曼君住所。沈曼君年轻貌美，而独孤无敌为了修炼灭绝魔瞳，已经不是个男人。他还声称自己不到天下无敌那一刻，就永远不会回来。沈曼君心生恨意，把他的仇敌掌门藏在家中。时间一久，两人互生爱意，最终生下独孤无敌所谓的闺女。武当掌门离开不久，又跟一位姓袁的女孩邂逅，可为了掌门的位置，他并没有将感情公之于众。而这个姓袁的女孩后来生下一个儿子，正是云飞扬。云飞扬正在消化信息，独孤无敌正好出现，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份耻辱。但对方居然不是死在他手下，为了报复，只能拿云飞扬出气。独孤无敌毫不留手，施展灭绝魔瞳第9重，将云飞扬打到经脉俱断，废了他一身武功。另一边，傅玉书接任掌门一职，顺利拿到武当绝学天残功。可奇怪的是，不论他如何刻苦，却依旧参透不了这份武功。一气之下，他将天残功直接丢入火炉。不料想秘籍的表皮被烧，竟露出里边隐藏的迷踪剑影。原来这也是武当祖师自创的绝学，可与天残功匹敌，但因其过于阴狠毒辣，用之不正，弃之太过可惜，所以藏在天残宫中，留待有缘人。傅玉书黯然发笑，短短数月就将剑法练到精通水平。他已经来不及等待，直接开始造反计划。在正殿杀完掌门师兄后，逼迫大部分武当弟子归顺自己，剩下的人全部处死。至于小师妹，由于傅玉书对她生有情愫，还是放了一命。小师妹一路奔逃，误打误撞见到云飞扬跟沈曼君母女。恰逢此时，云飞扬刚刚苏醒，沈曼君掏出一本天残变手抄本，他告诉云飞扬自己已经参悟秘籍奥义，修炼此功必须要练武奇才，自断经脉，随后由3个女性为其灌输阴气，3阴会阳，方能成功。武当无人能把此功练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全部断情。云飞扬盘吸运气，3女不断灌输阴气，云飞扬的身体居然逐渐被蚕丝包裹。3人等待了足足3天3夜，云飞扬这才破茧成功。脱胎换骨的云飞扬自信勃发，他直奔武当，一见到傅玉书便大打出手。逍遥派4大高手在他手里撑不过一招，他既能用蚕丝进攻，又能用蚕丝防御，这种手段已经超乎于传统武学之上。
迷踪剑影虽说比肩天蚕变，可哪怕是同样的武功，不同的人施展起来威力也不一样。傅玉书在云飞扬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被活活弄死。云飞扬大获全胜，可虽说他一身武功已经独步武林，却无心武当掌门职位。他如今真正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寡之人，从此之后只想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。身怀绝世武学，可又不滥用绝世武学，这才叫大侠。